中央军委举行颁授八一勋章和荣誉称号仪式。八一勋章是军队最高荣誉，哪些做出卓越功勋的人才能荣获？排雷英雄战士杜富国主动请缨，前往边境生死雷场排雷。他与战友如何不畏牺牲，将危险地雷村变成希望良田？与其上2个，还不如上我1个。工程院院士钱其虎一生为国铸盾，构筑地下钢铁长城，对国防建设有怎样重大意义？即使有漏网之鱼飞过来，但是我们最后还有我们的防护工程。航天英雄聂海胜3次飞天，为中国航天事业做出非凡贡献。从放牛娃到战机飞行员，再到航天员，背后有着怎样的奋进故事？如今我已年过半百，但为航天事业拼搏的心依然年轻。军情直播间即刻播出。8月1号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5周年纪念日。7月27号，中央军委在北京隆重举行颁授八一勋章和荣誉称号仪式。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向八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和证书，向获得荣誉称号的单位颁授荣誉奖旗。八一大楼仪式现场，部队官兵和文职人员代表整齐列队，气氛庄重热烈。下午4时，18名持枪礼兵正步入场，伫立两侧。颁授仪式开始，全场高唱国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副主席许其亮宣读习近平签署的中央军委授予八一勋章和荣誉称号的命令。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又侠主持仪式。杜富国、钱其虎、聂海胜等获得八一勋章的同志依次上前，习近平为他们佩挂勋章、颁发证书，同他们合影留念。随后，习近平向获得模范地空导弹营荣誉称号的空军地空导弹兵某部2营颁授荣誉奖旗。颁授仪式在嘹亮的军歌声中结束。习近平同获得八一勋章的同志集体合影。在颁授八一勋章和荣誉称号仪式上，一名八一勋章获得者用残壁敬礼的一幕撼动着每个人的心灵。他叫杜富国，是一位排雷英雄战士，在一次边境扫雷行动中发生意外，失去了双眼和双手。那么他有哪些动人故事？他和战友如何在生死雷场上不畏牺牲，将危险重重的地雷村变成充满希望的良田？本期节目，评论员傅前少、白梦辰共同在线深入解读，马上掌握最新消息。2018年10月11号下午，南部战区陆军云南扫雷大队4队的战士们正在麻栗坡县某雷场进行扫雷。这是中越边境第3次大扫雷人工搜排的最后一块雷场。27岁的杜富国和战友艾岩沿山坡搜排时，发现了一枚6.7式加重手榴弹，其杀伤力半径可达7至9米。当时他跟发现的手榴弹就说：“艾岩啊，你离我远一点啊，由我来检查。”当杜富国轻轻地剥开手榴弹周围的伪装层时，突然一声轰响，现场发生了爆炸。杜国，轻一点！杜国！爆炸瞬间，杜富国下意识地往艾岩一侧倒下，阻挡了爆炸弹片和冲击波。距他身后仅有2米多远的艾岩，仅面部受了轻微擦伤。杜富国被炸成重伤，就连身上的防护服都被冲击波撕成碎片。经过2天的抢救，杜富国终于被从死亡线上救回来。他醒来的第一时间，最关心的就是爆炸时距离自己最近的战友艾岩。那战友就告诉我，艾岩没死，只受了轻伤。当时我的心才落了下来。
2015年，在边防联队的杜富国得知上级要组建扫雷大队，在中越边境开展第3次大规模扫雷的消息后，他主动报名，要求去最前线。据统计，在中越边境，国境内布设各种地雷达230余万枚，其他类型爆炸物48余万枚，雷区560余片，部分雷区的布雷密度堪称世界雷场之最。而且该地深谷茂林密布，巍巍山峦盘卧，加之由于时间过长，很多地雷的位置、深度都发生了改变。经过了前2次大规模扫雷，留下来的雷区都是硬骨头。当时雷区周围的村民经常发生触雷意外，让他们苦不堪言。有个村民叫盘金良，1993年被炸了1次，2016年又被炸了1次。那个雷危害性太大了，在心中是永远会记得的。一炸中我们就不能生产了，就生活就因为困难。深知任务的艰巨和危险，杜富国毅然在申请书中写下这样一段话：我思索着怎样的人生才是真正有意义、有价值的。衡量的唯一标准是真正为国家做了些什么，为百姓做了些什么。我感到这就是我的使命。一个声音告诉我，我要去扫雷。在3年时间里，他累计进出生死雷场1000余次，排除地雷和爆炸物2400余枚，处置各类险情20余起。你退后，让我来，也是杜富国每次与死神打交道时都会对战友说的口头禅。与其上2个，还不如上我1个。危险的都留给自己，安全的都留给我了。这就是兄弟和生死战友的那种情谊。为了挽救杜富国的生命，医生迫不得已为他进行了双眼眼球摘除和双手截肢手术。苏醒过来的杜富国并不知道这残酷的现实，依然想着伤好之后继续去排雷。我的手能不能不截肢？等我长好了还可以继续排雷。他没想到会伤得这么重。他说长肉长好，然后好得快一点。结果雷还没扫完了，他就说他想回去，想跟我们一起把那个雷扫完了。2018年11月16号下午，在移扫雷场的移交仪式上，杜富国的战友们手牵着手，唱着军歌，趟过雷场，用这种特殊的方式向老百姓说明脚下的每一寸土地都是安全的。战友将这个消息告知了杜富国。他很欣慰，他说，当时就说，终于大家都安全了。虽然杜富国再也无法用眼睛看到祖国的美丽河山，也无法用眼睛看到最后一块雷场的移交，而他和战友们3年来征服的57.6平方公里的雷区，如今已变成田园。我们每扫了一块雷场，老百姓呢种上庄稼。当我们刚开始作业那雷场，等我们把后面的雷场作业回来，他们种了庄稼已经收了，已经又种第2批。当我们坐在大卡车上看到，真的那种心情真的很自豪。在此次扫雷任务完成之后，他们大多又请战去了另一条边境线继续扫雷。当你看到边境老百姓现在的状况，再想到从事这样一份职业只有我们排雷兵可以去做的时候，就会觉得这样不是一种经历，而是一种使命。杜富国和他的战友冲锋在前，不畏牺牲，用实际行动诠释了军人的使命担当。受伤后的杜富国虽然失去了双眼和双手，但是并没有因此而消沉，始终保持乐观心态和昂扬状态，坚持每天练习播音，成为战区陆军微信公众号播音员，先后赴北京大学等军地单位宣讲30余次，讲述强军故事，激励更多新时代追梦人奋勇前行。身为军人特别自豪，能够保卫国家，保卫人民。
杜富国荣获八一勋章，也让其所在的部队官兵深受鼓舞，扫除边境雷患的决心更加坚定。杜富国被授予八一勋章这项军队最高荣誉，作为战友，我感到骄傲和自豪。下一步，我们将做到心中有英雄，行动像英雄，努力做英雄，为扫除边境雷患，为矢志奋斗强军而不懈努力。在刚才的短片中，我们讲述了八一勋章获得者杜富国的故事。作为一名排雷兵，他为保护战友被炸去双臂双目，全身留下近70处伤疤，仍然保持着乐观心态和昂扬状态。请教一下白先生，您来给我们介绍一下排雷兵在现实生活中是怎样的？我们说排雷呢是工兵啊主要的一个任务之一啊。当然了，我们说我们现在提到的这个地雷部署的区域，它不是一个平面的概念，它的地雷呢实际上是部署在包括我们说地面，甚至很多时候它是在一些这个比如说树丛啊，甚至我们说是在头顶之上。那么这些我们讲这个冲突区域或者对峙区域长期的布雷，那么几十年的这种布雷呢，遗留下了数量巨大的地雷，而且这些地雷呢经过长时间的部署，那么会导致地雷位置的变化。那么这样的话呢，它很多地雷可能出现的区域跟我们正常的军队的操点里面所规定的地雷部署的方式是不一样的。那么它呢可能会对日常这个我们说老百姓的生活造成很大的影响。所以呢，我们要彻底的、全面的去把这个几乎每一颗地雷呢去清理干净。那么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说很多的地雷可能它已经接近于失效，或者说比如说它甚至说外壳出现了腐朽，那么它的内部的情况相对来讲要更复杂一点，而且这些环境因为很恶劣，最后就需要相关的我们讲工兵亲自上去排雷。那么他们在排雷过程中呢，当然我们也看到可能有一些有这个排爆服，但是这个排爆服如果大家穿过的话，我自己是穿过，十分的限制你的动作。那么在一些这个地形相对恶劣的区域啊，那么就是需要工兵去作业的区域，它的温度、湿度，包括它的地形环境，实际上让你没办法说是全面的穿着这个重型防护服。因此呢，工兵的防护也是很有限的。在先进的排雷装备没办法使用，防护设备没办法穿戴的情况之下，我们可以认为他们在用自己的生命去替我们的老百姓去清理这些可能会对我们的这个日常生活造成影响的这些地雷啊。根据国际禁雷运动的报告，世界上埋设的地雷和未爆弹最多是达到上亿枚，那基本上是哪里发生过战争，哪里就埋有地雷。很多地方虽然已经迎来了和平，但是民众深受其害，谈雷色变。请教一下傅先生，为什么说布雷容易排雷难呢？地雷啊，它的种类非常多，包括反坦克雷、防步兵雷，以及其他的一些雷种，甚至呢还有智能地雷。就是你有物体靠近这些地雷的时候，它可以自动的飞起来，飞到空中进行爆炸。那么布雷相对来讲要比扫雷容易得多，因为布雷的方式有多种多样的，有单兵布雷你挖个坑把东西埋上去，或者是用机械布雷、飞机布雷，撒布了一片。哪怕是你自己布的雷，战后你要想找到你埋在哪儿都非常困难，因此扫雷往往是未知的。布雷布了多少数量，大概当时可能大家伙清楚，但是布在哪儿没有记录，就需要扫雷的官兵采用各种各样的扫雷探雷手段来将这些危险的爆炸物清除出来。工程院院士钱其虎一生为国驻盾，构筑地下钢铁长城，对国防建设有怎样重大意义？7月27号，在中央军委举行颁授八一勋章和荣誉称号仪式中，荣获八一勋章的钱其虎是一名80多岁的工程院院士。他是我国防护工程学科的创立者，一心为国分忧，一生为国驻盾。那么，防护工程对我国国防建设有着怎样的重大意义？地下钢铁长城如何确保战略武器的安全，确保2次核反击成功？我出生在1937年的阴历的9月13，这是我们国歌唱的是中华民族最危险的时候。
新旧社会的对比，使我知道，一个国家没有国防，没有强大的军队，就要受到外国的侵略和欺凌。落后就要挨打，这句话是钱其虎这一代人刻骨铭心的集体记忆。上世纪50年代，我国面临严峻的核威胁环境，此时的中国矛还不够锋利，不足以对敌人形成威慑。作为盾的地下防护工程建设显得紧迫而又必要。1960年，钱其虎被国家保送至苏联，深造防护工程理论，特别是与重要的通风系统有关的孔口防护理论，以备回国发挥自己所学，报效国家。我从事的防护工程专业，在我们国家的国防建设呢，具有什么样的作用地位呢？这要从我们国家的防御战略说起。我们国家奉行的是积极防御战略。那么我们积极防御战略靠什么？靠我们的战略导弹防御系统，靠我们的空军防空反导系统。最后一道防线就是我们的防护工程。即使有漏网之鱼飞过来，但是我们最后还有我们的防护工程，保证我们的安全，保证我们的战略武器安全，保证我们的2次反击成功。从苏联学成归来后，钱其虎完成了对我国孔口防护理论的研究。为了改进国内的设计计算方法，他自学了有限单元法理论和电子计算机程序编程语言，解决了我国大型飞机库防护门变形、精确计算等难题，还自行研发了空中核爆炸核载模拟试验装置，解决了我国核爆炸数据少的现实难题，为今后的研究铺平了道路。钱其虎曾在接受采访中表示，必须要在地下建设能够抗钻地弹、原子弹、氢弹这些武器破坏的防护工程。这些工程是我们国家积极防御政策的基石。我们的防护工程就像长城一样，是修在地下的钢铁长城。在3位一体战略核武器中，海基核潜艇、空基轰炸机、陆基导弹车都能够进行灵活的部署，而只能固定的发射井相对来说，战时遭到打击的概率就大得多。而警示战略导弹又非常重要，必须要强化它的抗打击能力。那么这些发射井从井盖到地下有着多么庞大的防护工程？那这方面冷战时期的苏联最有经验。当时苏联的陆基洲际导弹数量巅峰时刻达到6000多枚。从上世纪50到80年代30年时间里，苏联人修筑了数量惊人的地下导弹工事，光导弹发射井就修筑了超过3万多个。每枚洲际导弹都有多个发射井可供选择，并依靠地下坑道进行转移。而继承了苏联大部分遗产的俄罗斯，公开的地下坑道长度就达到了4000多公里。其中最坚固的发射井号称可承受50万吨级核弹头的打击，可谓是固若金汤。比如最具威慑力的萨弹洲际导弹，重量为210吨，爆炸威力为2500万吨 TNT 当量，1枚就可以将一座大城市毁灭，有着极大的战略威慑力。它的发射井盖由坦克装甲钢板和潜艇耐压壳体钢板焊接制成，重达100多吨，想要击穿它根本不太可能。发射井盖下面内壁由直径32毫米粗钢筋和高标号水泥预制件砌成，再用厚钢箍密集加固，使整个发射井能够承受包括核武器在内的打击。在建设坚固发射井方面，美国也不甘落后，对民兵3导弹发射井进行了抗核打击加固。美军一般将发射井建设在石质好的花岗岩山里，由井筒、设备室、井盖3部分组成。用钢筋混凝土浇灌而成的井筒是工程主体，内外层都包了钢板，并在2层钢板之间用钢筋加固后灌注高强度水泥，使整体具有很强的韧性。上面的滑动式井盖则由碳钢和混凝土制成，厚度超过1.5米，重量更是高达750吨。事实上，这些都只是能看到的最表面的防护措施，整个抗打击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工程，涉及到很多方面的科学技术。我国的陆基战略核反击力量同样如此，包括钱其虎院士在内的众多防护工程专家，通过不懈的努力，构建了坚固的堡垒。
值得指出的是，随着武器装备发展的日新月异，防护工程永远没有一劳永逸的一天。海湾战争中，一枚枚精确制导导弹划破长空，使伊拉克的政治、军事、经济目标遭到毁灭性打击。因此，除了重要军事阵地以外，重要政治、经济目标的防护也至关重要。针对精确制导武器对重点经济目标的打击，钱其虎提出了综合防护策略，以保证战时我国重要经济目标的安全。相关综合防护思想指导并引领了我国重要工程防护能力建设。由他主持制定的某工程防护标准，在全国60多个大中型城市的毁伤分析中广泛应用。在军事防护领域做出杰出贡献的同时，钱其虎还一直关心着国家重大工程建设。在南水北调、西起东输、国家能源地下储备、核废物深地处置、南京长江隧道、港珠澳大桥等国家重大工程中，钱其虎都提出了切实可行的决策建议和关键性难题的解决方案。同时，他还以敏锐的目光瞄准前沿，提出一系列国家重大战略建议，也因此被许多人称为战略科学家。科学精神应当是科学，就是老老实实的，实事求是的，要无私奉献，个人的理想要和国家的需要、民族的需要、人民的需要相结合。在军事领域，世界各国在发展打击能力的同时，也注重防御能力的建设。而海湾战争、科索沃战争以及伊拉克战争等局部战争爆发之后，导弹防护工程更是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请教一下傅先生，您对此是怎么看呢？过去的挖洞啊，基本上是对付原子弹比较多，因为原子弹的爆炸威力很大。但是你只要把你的洞口选择的好，并且呢，把一些洞库放在山里，它就可以减少自己的损失。那么现在的钻地弹往往都是精确制导的，那么怎么来对付钻地弹啊？需要采取各种各样不同的措施。比如说洞库的门，过去呢是防原子弹的，那么现在能不能防住倾斜射来的钻地弹，也是需要采用相关的技术措施加以对付的。这里面包括建筑工程的材料等硬设施，也包括相关的软设施，比如说对钻地弹实施相应的干扰，让它偏离目标。如果它偏离了这个地道的这个目标大的边上，那么你钻得再深，可能对你影响也就不大了。这是一个综合的防御措施。那么无论是硬措施还是软措施，目前世界各国的军方部门都在加以相应的研究。有观点指出，现代战争具有多波次连续打击等特点，只有将硬防护与软防护有机结合，让阵地穿上有主动防护功能的软盔甲，才能达到信息化条件下阵地防护的最佳效能。请教一下白先生，如何进行软硬结合，才能将阵地构筑的固若金汤？那么现代战争的，尤其是信息化战争讲主动防御和被动防御之间呢，它实际上是要配合的。那么整个的这个防御，它应该是一个体系，而且这个体系它实际上是在不同阵地之间，那么都能够使用，比如说这个指控体系，它来实现不同的平台之间的互联互通。最后的目标是什么？互操作，就是你的整个的战场，它要去连进一个大范围的这样一种坐标系。那么对于战场上的敌我的情况，对于来袭目标的一些情况，对于这个来袭目标的比如说轨迹也好，包括它的特点，你要有一个预判。然后呢，根据战场环境，包括我们说整个的部署，甚至我们说你的主动防御和被动防御的力量的水平，来判断用什么样的手段去对对方来袭的目标进行摧毁。而且这种摧毁很有可能是几个不同的波次啊，因为对方的攻击也是不同波次。那么这种敌方的不同波次呢，它的来袭的轨迹数量那么都会有不一样。而我们呢，进行拦截的过程之中啊，主被动防御的手段进行配合的过程之中呢，也会根据不同的敌方的攻击波次，有我们的一层一层的这种拦截。这个过程实际上是
我们讲既是智力的比拼，也是单独平台性能的对抗，更是整个体系整合程度的这样的一种我们说终极的对比。八一勋章获得者聂海胜是我国首批航天员，是一名英雄航天员。他创造了我国航天员多项纪录，曾3次飞上太空，成为首位在轨100天的中国航天员。聂海胜的第3次飞天，圆满完成与天河核心舱自主快速交会对接任务，在轨驻留3个月，精心组织空间站2次出舱活动，有效检验我国新一代舱外航天服的功能性能、航天员与机械臂协同工作能力，实现中国人首次进入自己的空间站，成为首位在轨100天的中国航天员。聂海胜一心只为讲到，航天员状态只有飞行和准备飞行，我们的初心使命就是飞天。而对于中国航天员的未来，他表示，未来会有更多航天员聂海胜是我国第一批航天员，曾3次问天，成为首位在轨100天的中国航天员。请教一下傅先生，您是如何看待聂海胜从战机飞行员变为航天员的华丽转身呢？驾机在空中飞行和驾驶航天器在外太空飞行，它们也是存在着比较大的差别的。飞机呢都是在大气层里飞行的，一名优秀的飞行员，他能够承受的最大载荷大概在9个 G 的重力加速度。那么航天员呢，也是需要承受大过载的，目前航天员的训练，有些方面比飞行员还要严格。航天器大部分时间不是在大气层里飞行，而是在外太空飞行，接近真空的环境。那么失重呢，就是一个特别突出的特点。驾驶航天器和驾驶战斗机等飞行器，它们的操纵区别也是非常大的。但是有一点，二者是类似的，就是你的身体素质和心理素质一定要过硬。当然，技术水平也不能低了。可以说，飞行员是航天员的基础，因此我们国家大部分的航天员目前都来自于空军战斗机部队或者是运输机部队。7月29号，俄罗斯国家航天集团表示，俄罗斯将在2024年后启动退出国际空间站的程序，但是这个过程需要时间。请教一下白先生，国际空间站是否将很快成为历史？之前俄罗斯方面在这个国际空间站跟美国跟整个西方的这种矛盾呢，很大程度上在于，就是国际空间站原本大家认为应该是一个跟军事没什么关系的这么一个全人类共有的平台，但是现在我们也看到美国人试图在国际空间站上去部署一些比如侦察设备，那么这些侦察设备指向当然不会是指向美国，实际上更多的就是指向像俄罗斯，甚至也包括我们。在这种情况之下，俄罗斯怎么可能会把自己的航天技术，把自己这个相对比较宝贵的设备用在去对自己进行威胁和窥探的这样一种平台之上啊？那么这点上，我觉得其实中国人啊，应该说是体现了，或者说是代表了现在我们说全人类所希望的一个和平利用太空的这么一个方向啊。我们的这个中国的空间站已经明确的讲，我们的外交部也好，包括我们说国家航天局也好，实际上一直在不断的在这个各个平台、各个场合去表述，我们的空间站欢迎全世界的朋友，也希望我们说整个世界能够说是跟中国一块儿，那么在外太空实现这种非军事化，那么让这个整个太空呢成为全人类的这样一种未来的发展的和平的这么一个场合。中央军委举行颁授8·1勋章和荣誉称号仪式，我国有怎样的军队功勋荣誉表彰体系？军情直播间广告之后马上回来。欢迎回到军情直播间。今年2月，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印发了《军队功勋荣誉表彰条例》，构建富有新时代特色、符合新体制特点、体现新使命要求、全面聚焦备战打仗的军队功勋荣誉表彰体系。那么，条例作为对军队功勋荣誉表彰体系的一次创新，主要体现在哪些方面？又如何体现聚焦备战打仗导向？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高度重视功勋荣誉表彰工作，决策构建统一、规范、权威的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制度体系，成立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工作委员会，
组织颁授共和国勋章、7·1勋章、8·1勋章和国家荣誉称号等，开创了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工作新局面。而《军队功勋荣誉表彰条例》对新时代军队功勋荣誉表彰工作进行系统规范，是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制度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推进军事政策制度改革的重要成果。由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发布，在我军历史上尚属首次，为新时代军队功勋荣誉表彰工作提供基本遵循。伴随着条例的实施，新时代军队勋章、奖章、纪念章也将同步启用。意蕴上，勋章彰显至高荣誉，荣誉称号奖章凸显标杆楷模，奖励表彰奖章体现功绩褒奖，纪念章反映荣誉经历。今年2月，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印发《军队功勋荣誉表彰条例》，同步启用新时代军队勋章、奖章、纪念章，对军队功勋荣誉表彰体系进行了全面重塑。那么这一体系是怎样的？新时代军队勋章、奖章、纪念章式样有哪些特点呢？首先是勋章，包括8·1勋章、红旗勋章、红星勋章、和平勋章，主张通径均为65毫米。8·1勋章是军队最高荣誉，由军徽、旗帜、长城、橄榄枝等元素构成，每个元素都有特殊的意涵。旗帜和光芒象征在党的领导下建立卓越功勋，是官兵学习的楷模。长城象征忠实履行党和人民赋予的新时代使命任务，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军徽代表人民军队，橄榄枝象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强军之路，为捍卫世界和平做出巨大贡献。利剑象征坚不可摧的向心力、凝聚力、战斗力，而唯有战时才能够授予的红旗勋章与红星勋章，同样有长城和军徽这2个元素。不同之处在于，分别以红旗、红星寓意在党的领导下英勇作战、夺取胜利；牡丹花寓意功成光荣。这2个勋章最大的区别，红旗勋章是颁给作战指挥员的，令箭寓意指挥作战。红星勋章是颁给参战人员，利剑寓意参加作战行动。和平勋章则是授予外国外军人员，最显眼的元素就是中间的一支白色的和平鸽，是和平、友谊、圣洁的象征，寓意中国和有关国家人民的深厚友谊和对和平的真爱。而和平鸽的下面是代表全世界的地球元素。奖章部分包括荣誉称号奖章、奖励奖章、表彰奖章、和平奖章。荣誉称号奖章主张通径均为60毫米，分为战时、平时、重大非战争军事行动荣誉称号奖章。战时荣誉称号奖章分为特级战斗英雄、1级战斗英雄、2级战斗英雄奖章，主要由军徽、枪、英雄花等元素构成。平时荣誉称号重大非战争军事行动荣誉称号奖章，主要由军徽、红旗、光芒等元素构成。奖励奖章也分为战时、平时、重大非战争军事行动奖励奖章。战时奖励奖章包括大家最为熟悉的1等战功、2等战功、3等战功、4等战功奖章。平时奖励奖章和重大非战争军事行动奖励奖章则分为1等功、2等功、3等功奖章，主张通信按照等级有所递减。我们再来看纪念章，包括平时纪念章、和平纪念章和其他纪念章。平时纪念章分为国防服役纪念章、国防服务纪念章、为国戍边纪念章、献身国防纪念章等。由此可见，条例涉及表彰的内容非常丰富，对增强军事职业吸引力和军人使命感、荣誉感，教育引导官兵发扬我军大无畏的英雄气概和英勇顽强的战斗作风，激励全军官兵奋力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具有重要意义。资深勋章文化研究者唐斯告诉记者，新的勋章、奖章、纪念章设计精美、承载厚重，规格上从内容元素、尺寸、外观、制作材质等方面进行区分，从纪念章到勋章尺寸依次增大。一个呢是它突出了解放军的使命的标志，也就是8·1军徽、红旗、长城这样的一些视觉元素。这个呢在全球军事功勋荣誉奖中呢也是极具辨识度的。第二个呢是采用了中国民族特色的这个设计元素，比如说除了长城之外，这次新公布的红旗勋章、红星勋章，它采用了牡丹花的这个设计。虽然在之前中国的这个军事荣誉勋章里面也有体现，但是
所以表彰奖章的设计，根据我们目前的情况，在新公布的奖励体系设计中是最受好评的一个设计。那么第3点呢，是它吸收了国际通行的一些设计元素，比如星芒、桂叶、和平鸽、利剑、橄榄枝等等，这些我们也经常在外国的军事勋章奖章中能够看到这样的元素，这个也有机融合进入我们这次设计当中。所以呢，我认为这次新公布的军事勋章奖章纪念章的设计，既继承了我军光荣的传统，又有开拓创新，既吸收了国际通行的设计语言，又坚持民族特色，因此是一次非常成功的设计。此外，条例强调把坚持服务中心、聚焦备战打仗作为军队功勋荣誉表彰工作的重要原则，使军人荣誉回归打仗本真。同时，还重构了战时功勋荣誉表彰项目，新设红旗勋章和红星勋章，设立特级、1级、2级战时荣誉称号和4个等级的战功，加设战时纪念章，备受关注。值得指出的是，红旗勋章曾是我党我军历史上颁发的第1枚勋章。在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第1次全国代表大会授予毛泽东、朱德、彭德怀、方志敏、徐向前等人红旗勋章，以表彰他们在革命战斗中做出的突出贡献和功绩。经过将近100年，目前尚未发现存世的实物。而在奖章这一大类中，区分了荣誉称号奖章以及奖励奖章2大类别。相较于此前单一的1等功、2等功、3等功嘉奖的奖励体系，新的奖励体系更为完善。尤其是奖励奖章中的战时奖励奖章的分类更是细致入微。首先从指挥作战、参加战斗以及支援保障3个不同的任务类别进行了区分，在每个分类之下都列出了从1等战功到4等战功4个等级，为身处不同岗位上的我军官兵指明了奋斗方向。新的体系的一大特点就是更加完善、更为细致，尽量涵盖了新时期军队作战和保障的各个方面。我认为其重大的意义在于将加强奖励体系对全军的激励作用，鼓励更多的官兵投入到新时期对敌作战和保家卫国的行动中来，尤其是为了保卫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我军将发挥更加积极主动的作用。这一定需要有种类更多的军事行动，需要进行全方位的作战行动，所以如此细致的分类就是反映了这一方面的需要。此外，条例还增添了平时荣誉称号以及重大非战争军事行动荣誉称号奖章，也被认为意义非凡。例如，2020年初开始的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期间，解放军官兵、一线医护人员勇挑重担、敢打硬仗，解放军陆军联勤保障部队、火神山医院、中部战区总医院等单位先后举行了火线立功授奖仪式。此外，我军此次专门设立了和平勋章、和平奖章和和平纪念章。据我所知，目前没有一个国家和军队设立过和平勋章，这充分表明了我军的态度。和平勋章、奖章、纪念章的设立，其实在某种意义上更加重大。在整个新的表彰体系中，首先确定了军队最高荣誉8·1勋章的样式，另外还展示了唯有战士才能够授予的红旗勋章与红星勋章的设计。请教下白先生，战时是否传递出某种信号？这个荣誉表彰条例呢，应该说是对人民军队创立以来的完整的这个军工体系的一个全面的细化。那么包括我们说很多的这个历史上出现的勋章，像红星勋章，这一次当然它也有新的这个含义啊。那么应该来说呢，我觉得这次我们的整个的这个很多的勋章体系的这个建设，它实际上是既考虑到历史，也考虑到未来。因为我们说对于中国来讲，那么像整个世界的一样啊，不同的国家现在其实安全威胁，就是传统安全威胁和非传统安全威胁都在不断的提高。那么你的这个国防体系所面对的这个复杂的情况，其实也跟过去可能有了不同。那么现在来看，我觉得我们这一次的这个相关的条例呢，应该说是一个很好的总结，同时呢，也为未来我们可能所面对的一些情况预先的做了准备。谢谢白先生的解答，也感谢您收看本期军情直播间。